我们今天3盒包邮，美城是很大的牌子，香港美城啊，在店里面卖这东西才200多块，对呀，我们今天是238，对不对？我们3盒是不是很便宜了？238，3盒，他们已经惊讶了吧？对。但是我们今天189，又补贴啊？补贴，我们自己再补贴20，再补贴20，这是要169。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抖音的带货一哥小杨哥在中秋节前夕啊卖货的画面啊，卖什么呢？香港美城月饼。据这小杨哥这哥俩讲啊，这美城月饼啊，在香港啊可是不得了啊，是属于奢侈品呐，700多块钱一盒啊。每个月饼啊都是这个米其林厨师亲手调制出来的啊。那么在内地呢，卖多少钱呢？200块钱3盒，但是在他们的直播间卖多少呢？卖169三盒，因为他们自己啊拿出来了20块钱进行补贴，诚意满满呐。为了证明就是这个美城月饼啊，实打实的是香港生产的，他们还把香港著名的电影演员曾志伟和他的儿媳妇一起请到了演播室。大家可以看一下曾志伟到了演播室里头那个表现啊，双方配合的确实非常好。曾志伟那小眼神看起来非常无辜，也非常清澈啊。他的儿媳妇在现场还直接拿手机抢了单，抢了1盒啊！你看这多不容易啊！189我们当时卖的砍完价，一共24枚。今天给兄弟们做169，169，上车！哇，上车！我们一起叫上车，感谢20块钱。169到手3盒，多少？香港美。就是这个美城月饼，大家可以看一下，10几分钟的时间，1万单、2万单，直奔3万单呐！要说现在国内啊，这些直播带货啊，确实能力强。有很多直播的头部主播啊，一天晚上卖1、2千万、3、4千万，甚至能卖1个亿啊！你要知道，过去呢，北京的百货大楼一天晚上能卖1个亿都不容易啊。但是现在，在这个抖音带货时代、短视频带货时代啊，一个头部主播一天晚上卖个几千万、上亿，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啊！真是一个这个时代发展了啊，确确实实是我们这代人很难理解啊。但是啊，就是这个小杨哥啊，最近卖的这个美城月饼啊，出事儿了，翻车了，怎么回事呢？这有好事者买完这个美城月饼之后，就去查了一下，说是在香港没听说过这个美城月饼啊。香港有一个月饼啊，就知名品牌叫美心月饼，但是美心月饼和美城月饼，大家一看，给人感觉这美城月饼好像就是搭便车的。还有好事者一查，说这个美城月饼在香港的确注册了一家公司，叫美城食品有限公司。但这家公司呢，在香港啊，既不生产也不销售，只是注册了一个品牌，然后再把这个品牌呢，授权给广东和佛山的2家企业，进行使用。然后这2家企业呢，生产和销售全在国内。这是什么？假洋鬼子嘛啊！这些年这种例子多了。那假奶粉到新西兰注册一个品牌，然后在国内生产奶粉，就在国内销售了。这种假洋鬼子啊，利用国人的崇洋媚外的心理啊，比比皆是。不光食品行业有，很多行业都有啊。但是这种是典型的欺骗消费者。还有人发现啊，就是这个美城月饼啊，这个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这美城月饼啊，原先在淘宝上只卖多少呢？卖69块钱3盒，结果呢，他们呢卖成169块钱3盒，整整加了100块钱啊！这个做法啊，在我看来就更恶劣了，就有点像当年那个当时淘宝定期搞那种什么双11的时候啊，有些商家先把价格调起来，然后再拼命打折，打3折、打4折，让你给人感觉占了便宜，其实你里外里一算，比平时卖的还贵。那这就是属于明显的欺诈消费者了。更有人去发现了啊，说这个美城月饼的工厂啊，去查了一下，说是他这个工厂跟生产塑料制品在一起，整个工厂只有13个人。然后呢，据说生产这个美城月饼过程中啊，连手套都不戴。那你想想，这跟米其林跟这个奢侈品有什么关系啊？那里头说是号称是馅儿里头都是黑松露啊，我看那黑松露到底有没有都成问题啊。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很多人就炸了。那你这个小杨哥这不是卖假货吗？有些人就要求退款，结果这退款啊，人家还不给退，为什么呢？说啊，这月饼啊属于时令产品，不符合7天无理由退货的原则。第一，月饼的话，它是确实是属于特殊商品，整体的话就只属于就是说非质量问题的话，7天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的。这个不是为啥，这是所有市场品牌这产品只要是月饼产品都是一样的。
我们有香港集团公司，还有香港商标，我们有生产基地跟运营中心。我们品牌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品牌产品是在香港生产的。这个我们也没有说为啥，我们也只是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去经营、去销售产品。那大家，那你想想，那小杨哥，那你这不是欺骗消费者吗？结果这个时候啊，人广东花都区的政府部门出来了，说我们来检测一下啊，因为投诉嘛，一检测说没问题，这个月饼啊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大家尽管吃，放心吃啊。要我说，广东花都区的这个食品监督部门就是有问题，为什么呢？人家说了，这个月饼啊，它是属于虚假宣传，结果呢，你说啊，这个月饼没问题，这就相当于说什么呢？说有一个女的去相亲。结果呢，他把脸整容，给对方发了一个美颜的照片，是吧？看起来是一个16岁的妙龄女子，一见面发现是个60岁的老太太，对不对？这不是属于虚假宣传吗？结果呢，这政府部门检测出来说，这是个女的，没问题，就是个女的，你们谈吧，谈恋爱谈吧。那你这是驴唇不对马嘴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抖音带货一哥啊，带货美城月饼的翻车事件啊。他是米其林大师调出来，准备调出来的，怪不得。准备啊，准备，不过啊，你多少分？加1万上车！首先啊，我们来讲一讲这小杨哥的这个过去的经历啊。要说这也是一个互联网的奇迹啊。这小杨哥啊，哥俩啊都是安徽人啊。那么他们从小呢，父母就在外面打工，他们跟爷爷奶奶在农村生活，属于典型的留守儿童。家里的经历呢，也比较。童年的经历也比较悲惨啊。后来呢，这个大杨哥呢，在考大学的时候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相当不错的学校啊。这弟弟呢，只考上了一个叫哈文信息工程学院，是属于一个不入流的大学啊。上大学期间，这哥俩就开始拍一些视频，就在快手上发什么视频呢？就是那搞笑的、幽默的视频啊。主要有2个系列，一个系列呢叫做什么绝望周末，还有一个系列呢叫做网瘾父子啊。老弟，陪我拍个视频，拍完就不打扰你了，就是这个视频。你打我行，但是你要打我心里，你就别打我。你打我行。拍的都是生活中间的那些好玩的事情啊。我自己这2天啊，特地找出来看了一下，也确实挺有趣的啊。2017年啊，据说这哥俩啊坐着火车去广东，当时啊对他们来说前途还是一片渺茫。为什么呢？因为在快手上，当时啊，实际上你发这些这个视频呢，虽然积累了一部分粉丝啊，但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变现的渠道。虽然说呢有一点人气，但是换不来钱呢。2018年的时候啊，快手就开始整顿这些号啊，那么很多博主就离开了快手。这小杨哥呢，哥俩呢就来到了抖音。正好那时候抖音呢也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抖音准备啊开始搞下沉市场，因为抖音的客户当年一共用户啊只有1-2千万啊，但是基本上都是集中在1、2线城市，而抖音是希望能够到下沉市场，而小杨哥呢，他们的粉丝啊多数都是3线到6线城市的这些粉丝啊，所以呢双方是一拍即合。这小杨哥啊，到了抖音之后，第1年就积累了1000万的粉丝，到了第2年的时候就变成了4000万，等到2022年的时候，他的粉丝数啊已经突破了1个亿啊，也是抖音第1个突破1个亿的这个 UP 主啊，非常不得了啊！你想想，一共使用这智能手机的人，全国加起来也就是8、9亿，你想想有1亿都关注他们哥俩啊。那么从2020年的时候呢，他们开始搞起了直播带货。那个时候啊，大家都知道罗永浩搞那个锤子手机失败了吗？开始下海，开始做这个带货直播。中国的带货直播时代，大航海啊开始起航了啊！这哥俩就开始在这个过程中间开始走进了带货直播这个行业啊。但是一开始啊并不顺利，你想想，上千万粉丝的这么一个博主啊，据说一晚上卖货只能卖1000单、几百单啊，那可以忽略不计啊。他们呢也是一筹莫展。后来这哥俩啊就开始把他们平时啊那种搞笑风格的人设啊带到了直播间里头，比如说搞这种反向营销。什么叫反向营销呢？就比如说哥俩有一个人就搞那种极端的测试，比如说垃圾袋里头装水。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小杨甄选的垃圾袋。以前给大家做的还记得吗？就是湿的，你们老是说不好撕，容易撕坏。来，兄弟们，
现在不用你撕了，免撕的，免撕的是150。你们可以买19.8块的，有2卷，这样有3张图的，免撕上单。来，来，好好提啊！兄弟们，你看我可以甩起来，小羊那些垃圾袋，哎，看到没？看不会断，看到没有？很结实。对，你要慢慢甩没关系的，它大概有10几斤的水，你看。你就非要这样弄吧，就非要这样弄。这种搞笑的风格呢，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因为很多人在直播间里买货的时候啊，说实在的，买货是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这个主播啊，在直播间里头那些内容然后吸引他们。大家都知道，那董宇辉为什么能做起来？其实董宇辉能做起来，就是他的直播间里不仅仅卖货，更重要的是，在直播间里他本身的讲的那些故事啊，讲的那些内容啊，也吸引人，大家把它当节目看了。罗永浩也是如此嘛，对吧？所以这些头部主播很重要的就是你的直播内容里头，除了要有卖货以外，还有其他内容。说小杨哥啊，从此啊就开始啊一发而不可收。据说啊，他这个带货的这个发展啊，非常的迅猛啊。去年的时候啊，他是已经达到了160亿，前年的时候呢是60亿。你想想，每年都是翻着番的往上涨啊，160亿什么概念？160亿。相当于中国很多上市公司啊，那它的业务开始突飞猛进的发展呢，在安徽的合肥买了一栋啊1个多亿的大楼，叫三只羊总部，对吧？然后呢，据说啊，这三只羊的总部一共有17层，最上面这一层呢是小杨哥啊，第2层呢是大杨哥，第3层呢是他们三只羊的第3只羊卢文庆啊，住在第15层啊。这小杨哥啊，在这个第17层上啊，还装了一个大滑梯。这卢文庆呢，人家比较喜欢就是搞一些花花草草。他大杨哥呢喜欢养鱼，是吧？这养鱼啊，这个搞了很多鱼啊。中医到他们的参观的时候，还对他们这些鱼啊还赞不绝口啊。道士他是属于石雕，他喜欢跟人玩。红友他属于海，这个鲈鱼，就是这个养的是鳜鱼，这是丹桂，这咬人吗？有，贵咬人。还有，他就喜欢这种兽性。我给你个建议，养这个鱼已经体验不了你现在的这个成就了。我给你养鲨鱼、金鱼，还有鳄鱼，鳄鱼可以。据说啊，全国各地许多这些想要让他们带货的企业，他纷纷来到这个产业园区啊。那么他们为了服务好啊，还专门在这儿搞了一个酒店接待这些供应商。那你想想，盛况空前呐，这真的是中国互联网的奇迹。就是3年之前、4年之前，这哥俩呢还是一个普通的小网红，也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收入。但是仅经过了3年，那你想想，一年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了160亿，而且今年上半年啊，跟去年比起来，同比据说还是增加了90%啊。但是随着咱们哥俩的这个带货直播的这个发展呢，也开始频频的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卖假货。去年11月份的时候啊，这小杨哥啊在直播间里卖什么呢？卖这个牛肉卷儿。兄弟们，你们要了很长的时间的一个东西到了，每享时刻的肥肉卷，对吧？这个是原切的，有的肥肉卷是怎么搞的，你知道吗？是把瘦肉、肥肉炸的搞一块冻住，然后切出来。它这个肥牛每一块都特别大。一包这种肥牛卷，这一包是200克，兄弟，你现在去那个火锅店，大概40-50块吧，10包肥牛卷，市场价299，多少钱？99.9。据他们自己讲，这牛肉卷一卷呢卖89.9块，全是澳大利亚的牛肉啊，原切的啊。结果呢，卖完之后呢，就有人说这牛肉卷不对，根本不是澳大利亚原切的，就是那种合成牛肉。什么叫合成牛肉呢？我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一般的原切牛肉，那就是牛肉下来之后做的原切的嘛。那么屠宰牛肉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牛肉变成了边角料、碎料。那么这些碎料怎么办呢？那食品加工企业就会把这些牛肉弄在一起，用那卡拉胶，一种食用胶，把它粘合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切出来的牛肉啊，看起来啊还是一块的，但其实这是拼接牛肉。这拼接牛肉啊能吃，但是它的味道、风味啊，跟正常的原切牛肉比起来，那差远了。那你如果要是用这种合成牛肉当做原切牛肉卖，那这就是彻头彻底的欺骗嘛。结果后来一检测就是合成牛肉啊，于是大家开始投诉，投诉了就要索赔呀。结果最后啊，武汉市的工商局出面了啊。为什么是武汉市工商局出面呢？因为这个牛肉的供货企业啊叫什么鲜多鱼，这鲜多鱼公司呢是湖北的一家企业。哎，查来查去呢，罚了这家企业呢50万块钱人民币。哎，小杨哥呢没什么事儿。那理由是什么呢？说这小杨哥啊，他们其实不是销售企业，
他们呢只是一个广告发布商。大家记住这个概念啊！中国现在所有的互联网带货啊，这些人呢，法律上定义他们都不是销售企业，他们是广告发布者，所以要处罚，都是处罚那些企业，就是供货的企业。哎，所以你看到了吗？明明是小杨哥在直播间里说这是年节牛肉，结果最后小杨哥呢，他们本身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受到处罚的是供货的这家企业啊，这是第一次出事儿。紧接着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又出事儿了，因为他们当时啊卖一种肉呢，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卖完梅菜扣肉之后不多久啊，中央电视台315打假，就说有些企业做这个预制菜，搞的这个梅菜扣肉啊里头用的那些淋巴肉。所谓淋巴肉都是那猪脖子啊，反正就是不太好的位置的肉来做这些东西，这些产品啊，这中间就有小杨哥带货的梅菜扣肉。意思说呢，就是说我们卖的这个产品，这个五花肉啊，不是头头肉，还出了很多证明啊、说明啊。虽然厂家这么说，但是我们还是要以当地的相关部门的这个最终的认定结果啊，等结果出来了，大家放100个心。把心啊放100个心，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不可能逃避，兄弟们，我们今天公司做这么大，集团做这么大，不可能逃避。后来呢，他们怕事情搞大了，有一些这个他们卖的东西呢就悄悄退货了啊，这第2次出事儿。第3次出事儿啊，就是今年啊，就他们在直播间里头卖什么呢？卖茅台，3度飞天茅台，你看这价格，一瓶多少钱？3000多，3200、3200、3100、3000、2900的、2800的。今天陈哥来了，陈哥表示一下诚意，好，你感受一下好不好？你说，准备，我们自己补啊，兄弟们，这个价格就没有的。我们卖过2500，卖过2700，卖过什么年货节，好多人跟我们干，卖什么2800、2788、2766，有点诚意，是吧，兄弟们？一块一块干我们，来，今天你干，为什么干不了？我们自己补2399。哇！他当时还讲了嘛，茅台是一个人限购5瓶，结果有一个人呢，哎，觉得茅台不好买啊，哎，就买了24瓶，花了7万块钱。当时想的吧，这个小杨哥也是很知名的这个大主播、大直播间，在他们这里卖的酒水肯定不会是假的。但是在小杨哥直播间买的呢，去茅台打假办，去验真伪说没有问题，所以陆续又买了10瓶，一共是24瓶。现在初步就是32瓶，有20瓶是假的嘛，20瓶市场价大概在7万块钱吧。买完之后呢，他就去找有关部门去鉴定啊，鉴定说这中间有13瓶都是拔帽茅台。什么叫拔帽茅台？就是那个茅台的生肖酒里头有一批啊，它那个帽子这个瓶帽能拔下来，拔下来之后，那不就可以，就直接可以灌成假酒卖了吗？哎，他就要求索赔。结果这小杨哥当时不承认，说这个我们要听原厂家鉴别的，你其他鉴别机构那不算，是吧？结果这个时候可笑的事情发生了，这时候有一家媒体啊，就是按照那个淘宝上还是那个抖音上啊，制作假茅台的流程啊，哎，合成了一瓶假茅台，就瓶子是真的，然后呢，拔完帽之后把这个假茅台酒放进去啊，找了一家茅台的供应商，到那个地方去鉴定，结果鉴定完了人说这是真的。我当时看完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都有点搂不住了。在中国真是假作真实，真亦假，这个一般的消费者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么鉴别。你看人家茅台自己都把假茅台鉴定成真茅台了，你说你这找哪说理去了，是吧？就在这个时候，斜刺里杀出一个人，这个人呢就叫辛巴。辛巴呢是快手平台的带货一哥，那出道呢也比小杨哥要早啊。结果这个时候他出来说了。吹风机，然后你选择逃避不回应，然后过了风声之后继续带货。第二个酒，你又选择这个躲避一段时间，逃避之后再继续直播，就死不认账。第三个梅菜扣肉，你又选择躲避一段时间，逃避舆论过去那几天之后，让你再继续开播卖货。然后还有很多呀，我问你，这他妈是不是互联网顶流主播直播机构没有担当？我觉得小主播呀，逃避都可以，哎，都为了赚点钱。你都赚到5保6保了，是吧？豪车、大楼、现金，一年做100多个亿生意，是咋面对这种事的时候把消费者直接丢到一边不管呢？写着所有
在你那买过那款吹风机的、茅台的，你不赔，我来赔，我替你赔，听明白了吗？那这是叫板呐，那直接跟小杨哥叫板呐。为什么辛巴这个时候跟小杨哥叫板呢？他们两个也有一些江湖恩怨啊。前不久，这辛巴卖大闸蟹是吧？卖大闸蟹的时候正卖着呢，突然呢，卖着之后，那个直播过程中间的链接就失效了。为什么呢？据说是被小杨哥给举报了。小杨哥为什么举报他呢？就是辛巴卖的这个大闸蟹价格比小杨哥还低，你卖完就都炸了。卖个大闸蟹，全互联网所有主播全告，因为整个互联网是不都举那个现在的大闸蟹吗？我卖太便宜了，你们有什么资格比？你什么1亿粉丝、5000粉丝，你有什么资格比？他们提出了2个质疑，第一个，为什么他们没有4两这个规格？因为4两的在1个月前我就定完了。第二，为啥你卖特便宜？因为3年前是我带他进行了进这个直播行业的。第三，因为我稀有制卖这个产品，在直播间里卖产品，卖大闸蟹，卖任何东西，我卖任何产品都几千万、几个亿的么卖呀，必须给我上架，不上架今天我全程干你现在，我给你干出互联网。那双方啊，大家都是主播嘛，跟这个供应商谈的时候，往往都会谈一个你的价格必须是全网最低给我的。结果呢，小杨哥估计是看到辛巴卖的这个价格比自己低，那就跟供应商不干了嘛。供应商害怕啊，于是就把辛巴的这个直播的链接给掐了。那辛巴就不干了，双方就开始隔空开始交火啊。于是辛巴就在网上说：“你这个小杨哥不地道，你对消费者不负责任。那么你不光是茅台酒有假的，我来给你弄啊！你其他的，你那个槽头肉，你这个梅菜扣肉的那个槽头肉，你如果不赔的话，我也来赔。”那后来就很多人都是拿着酒去检测啊，据说检测出100多瓶都是假的。罗永浩当时就说：“辛巴这招高，为什么呢？你想想，你小杨哥，你这个事你怎么应战呢？你要是你说我也赔，那你不是让人家辛巴既赚了名声还没花钱吗？如果你不赔，那辛巴替你的消费者赔，拿出1个亿呀！你要知道啊。”那不就证明你小杨哥实际上就是欺骗消费者吗？而只有我辛巴新选才对你小杨哥负责吗？对小杨哥的消费者负责吗？那你在江湖上还怎么混呢？所以说这招高啊。那么这双方就撕起来了啊！这撕起来可不得了，这战事就升级了。紧接着3只羊中间的第3只羊卢文庆啊，就有一次直播过程中就直接对辛巴开始威胁，说我有1万种方式来威胁你，弄死你。话说的很难听啊，那辛巴也没怂啊。据说当天晚上在直播中间就应战呢，应战的过程中就扯出了这小杨哥他们团队中间的一些其他的黑幕啊。用不用我把你们跟小杨给人送进那个女的故事给你们罗列出来，把他的家人给你叫来？你们挺狠呐！啊？这么好关系的人把一个女孩给人送进去了，这句话我就点到这儿，好吗？我就点到这儿。你不说你不恐吓我吗？我就是从不恐吓人，我直说，我直接就来，而且现在没有任何准备，我现在都现场叫人。是你说的，你有1万种方式，什么搞到我什么这个那的，我1万种方式，我等着你的1万种方式啊！我等着你的1万种方式。就说小杨哥啊，他当时发展起来之后，签了很多其他的网红，这其他的网红啊，也都在他这里头直播带货。其中有个叫默默的，这默默早年呢，其实他的粉丝量啊比小杨哥还要高。后来呢，小杨哥发展起来了之后，默默的就加入到了3只羊的团队啊。但是这个默默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突然就失踪了，团队也解散了。说这个人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结果辛巴在直播中间都透露，说是这个默默啊出事了，被这个小杨哥给送到监狱里头去了。紧接着，默默的就当时的过去的那个老师有个叫妖怪的人，就在直播中间披露啊，说是啊，这默默啊，就有一次喝酒之后啊，他们被这个小杨哥啊给睡了，睡完之后还怀孕了。打胎的事情，默默确实打胎了，默默确实流产了啊，就是引产嘛，就引产，默默确实引产了啊。孩子是谁的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证据拿出来，我当然有证据了，当然有证据了。怀孕之后呢，小杨哥都结婚了。早年他一开始直播的时候，不是小杨嫂吗？还有啊，于是这个时候呢，小杨嫂就跟这个默默谈，必须离开，就是这个3只羊的团队。但是呢，那默默就不同意呀，
觉得委屈啊，于是呢就找这小杨哥谈，想要找小杨哥要300万块钱。结果人小杨哥的法务把这事情都录了音。录了音之后据说这个默默还没有走出大楼，警方就来了之后，直接把默默给抓起来了，属于敲诈勒索。这件事情一出来之后，大家就炸了。你想想这些直播带货的这个博主，平时在演播室里头是吧做的那个形象都是那么亲民结果呢有了钱之后就干这种事情，尤其是女孩子跟你是吧有了关系之后，你还直接给人送到监狱，那你这不是吴秀波吗？是不是？那你想想吴秀波那时候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这事情到这儿呢就越来越狗血然后9月11号这一天，辛巴呢直播间又被封了。然后小杨哥呢对整个这过去的所有发生的事情好像也没有怎么认真回复。最新我看到的在直播间里头好像还掉了眼泪。所以呢，我们一共有3道售后，所以真的不存在没有售后。还是那句话，请兄弟们放心，有问题我们一定负责到底。如果我们没有问题好，这个先不说，所以这个感谢兄弟们的理性。兄弟们可以骂我们的，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所以我恳请大家不要去骂我们的同志们他们和兄弟们一样勤勤恳恳的在工作，都很努力，不应该受到这个网络暴力。但是我看他们对美城月饼的事件好像是一直都没有回复。一贯蹭热点的就是这个峰哥听说这个美城月饼出事了连忙下单去买。因为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东西是要绝版了，我得去查一查，我得去尝一尝好不容易买了一盒美城月饼。家人们，这个美城月饼买到了现在都已经快绝版了，我还是花高价买的。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开箱从外面看还是挺漂亮的。它这个美城用的还是粤语拼音美孙哎呦，拆开了，这块有点糊了，好像有一个字儿模糊了，掰开一下看看里面啥样哇，像糖浆一样，黑松露流心的，吃一口，很甜很腻，味道不错呀。然后据说他在微博上跟别人讲，他说不值，这东西60块钱30个不值峰哥真是老搞笑了据说他还是在拍戏的过程的间隙过程中间，专门抽时间去买的这个美城月饼这最新的情况呢，就是合肥这面的工商管理局据说对小杨哥这个美城月饼的虚假宣传问题已经开始立案调查了。但是很多人都担心，说这个东西会不会是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呢？为什么？因为对于合肥来说这小杨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纳税大户纳税好像去年的时候已经纳税4、5个亿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对他们痛下杀手的话，那它不相当于猪八戒啃猪蹄儿吗？自产骨肉吗？所以这件事情呢，我来谈一谈我自己的看法。其实对这些网红的直播带货，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现象也确实值得鼓励像淘宝也包括这个抖音呢，开始发展这速度是非常快。我看到一种数字挺令人震惊的，据说就是这个平台里卖货卖到1万亿说是京东用了20年，淘宝呢用了10几年，然后那个拼多多呢大概用了5年，而这个抖音呢一共只用了3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趋势了嘛，就是现在所有的卖货基本上都开始流向了这种互联网的平台，而抖音利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平台来带货也找到了自己的盈利模式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就是这些带货的主播性质到底应该如何界定？他们自己到底是属于销售产品，还是仅仅是广告发布？在我看来他们实际上就是属于自己来卖货。那些所有的品牌方相当于他们的供货商，而不仅仅是一个广告发布。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听我来讲一下现在所有的这些直播带货的主播，大家可以看一下统计的都是带货的销售额。比如说辛巴据说是去年他1年的带货量是500亿当然这500亿可能也有一些水分因为这个网上带货呢有很大的退货量，有他下单的时候非常冲动，但是到时候比较一下他就退货了就实际的营销额呢是200多亿。但是这统计的是什么？统计的可不是广告数额统计的就是他带货的销售总额。包括小杨哥去年我们是讲了吗？他1年带货的销售总额是160亿，这是抖音发布的。
今年据说在这个基础上又翻了差不多1倍。那如果你要是广告商的话，你应该统计的是你的广告收入啊。而且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广告商的广告收入是跟你的销售额挂钩的呀？没有啊。所以这些带货主播，他们实打实的全都是，实际上就是在销售。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带货主播啊，都把这个自己定义为广告发布者。那么你买货、你发货都是那些供货商直接发货，所以出了问题他可以免责，这就违反了一个什么原则？违反了一个我们在民法上来讲啊，你谁获益最大，你承担的责任最大的原则。在所有的这个带货的过程中间，谁获益最大啊？就是你带货的主播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些带货主播他的收入是怎么分成的啊？一般来说，像抖音会你所有的带货的过程中，他收10%的服务费，而这些带货主播呢，我看到网上一个视频讲了啊，一般来说，头部的主播会收坑位费，坑位费呢20万到60万不等。这张图拍摄在三只羊出事之前，全国各地的品牌方到这个三只羊做那个选品洽谈，当时我就在现场，选品的过程相当炸裂，颠覆三观。负责选品的那个高管就是一个20多岁的毛头小伙，下午3点钟到公司，前一天醉酒到这个凌晨5点，听周围的人讨论，这个就是有日常如此。每个品牌方最多给15分钟的谈判时间，就是主要用来阐述自己的诚意。就你没有听错，就这里谈判的唯一的标准就是你诚意足不足，不看什么品牌，也不看质量，更不看什么货品。三只羊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说，单品20万的坑位费，再加上30%到50%的销售额提成，同时你要保证这个售卖期间是全网最低价。三只羊当然也不会对这个销售结果有任何的承诺，否则这个就免谈了，你就可以走啊。这就是三只羊所谓的严格的一个选品过程，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为家人谋福利、假一赔十啊，什么卖货不挣钱，就只看坑位费和起点这个选品方式啊，翻车只是迟早的事。就大家设想一样，什么样的产品能给到带货方50%的抽点，那肯定就是掺水的杂赔啊。然后呢，还要在你的商品过程中间提成，这个行业的平均提成率呢，大概是15%到20%。那么不同的类别的产品呢，提成的比例不一样。你比如说有化妆品就高一些，可能会提到35%啊。那是食品啊，很多其他的非标品那就高了去了。据我看到网上有人曝光说，这小杨哥这三只羊啊，他们所有的这些企业到他这来带货啊，他们平均的提点费要到50%。那你想想，在这个过程中间，你自己要提到15%也好，50%也好，那么抖音拿走10%也好，那供货商他本身拿的钱是很少的，对不对？他负责所有的生产啊什么之类的，毛利率绝对不如你这些带货主播。那么既然你带货主播拿到了这么高的利益，那你相应就不承担你带货过程中出现的所有法律风险，这不公平啊！按道理来讲，你获益最大，你就应该承担的责任最大。对于那些供货商来说，他已经获益很小了，那么你还让他承担这么高的法律责任，这不对呀。更何况，那么你惩罚供货商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带来的问题就是这些主播，他其实无论是出了多大的问题，他都不会承担法律代价。那他会认真挑选商品吗？按道理来讲，你这个主播在你的直播间里头，你去带货的话，你有审核义务，对你带货的产品进行这个质量的审核，对产地进行审核。如果你不进行审核的话，你又不承担责任的话，那不等于鼓励所有的这些带货主播去直播卖假货吗？反正卖了假货之后，也不需要我承担责任嘛。三只羊为什么不敢回应潮头了的事儿？不是他们赔不起，他们不缺这点钱。我们公司也有跟三只羊合作过，坑位费20万，佣金50%。今天就来揭秘一下三只羊是如何挣钱的。一个品牌想要在三只羊的直播间出现，根据不同的时间段，20万到60万的坑位费不等，越晚前越贵，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佣金，不管你卖多少，必须给他50%的佣金。如果你卖200万，就得给他100万的佣金。几乎所有的品牌都不可能在三只羊的直播间赚到钱，就是打广告做宣传，因为佣金加坑位费想不亏钱，必须保证这个产品有80%以上的利润，90%以上的商家都是血亏的。那么为什么三只羊卖的货会有这么多品质问题？其实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去的时候信心满满，能够去大网红的直播间带货，特别高兴，卖了60万，20万的坑位费，30万的佣金，花货的成本40万，血本无归。本身有底蕴的商家还好，假设这个商家没有什么实力，经不起这么大的亏损，
就只能去降低产品的品质。很多品牌方去了三只羊一次以后直接倒闭，这一点都不夸张。你们去抖音商城上面搜索一下，很多几十万销量的链接都挂着小羊甄选，在三只羊的直播间上链接，这个链接是属于三只羊的。假设这个链接卖得很好，三只羊就会找代工厂仿制出一模一样的商品，市场份额三只羊自己吃，一点也不留给品牌方。很多品牌方辛辛苦苦打拼了10几年，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知名度，去了一次三只羊，直接被他们一个仿制品干死，这也是很多品牌方发誓永远不跟三只羊合作的原因。最近他们还在香港开了分公司，布局海外，香港就是一个桥梁，通过这个桥梁，国内的钱可以轻松流通到海外。三只羊这一年通过红利赚的钱，能不能留在国内，还是个未知数。我特别喜欢小杨哥，毕竟曾经他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欢乐，但是一切都变了。大家都知道，那前几天罗永浩也出事了，卖月饼也卖了一个那个假洋鬼子，说是是法国的一个品牌生产的月饼，那罗永浩就自己说假一赔三进行退赔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了吗？包括像罗永浩，包括像董宇辉，包括像辛巴当年的这个糖水什么燕窝事件，其实都是他们自觉在做这件事情，并没有法律要求他这么做。这是现在我看来直播带货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法律把他们定义为广告商，这是极其不合理的。他们按道理来讲就是实际上的销售商。在中国的带货里头分为2种，一种叫自营式带货，就比如我自己生产的，我自己来卖，比如说董明珠自己在直播间里头卖空调，但是这种一般来说销量都不好。第二种呢，就是都找这些网红来带货。那么网红带货的过程中，他就相当于这个企业的销售员，现在甚至说他就是一家销售企业，所有的其他的品牌商是把商品卖给他，他批发给他，他再进行2次销售。所以他应该承担什么？承担一个销售企业的法律的所有责任。但是现在法律责任和他们的获益本身不匹配，那这是一个互联网带货的一个草莽时代，法律没有跟上去，才会出现这种乱象。那在我看来就是应该相应的完善法律。这个完善法律是什么呢？就必须要赋予他们足够的责任，否则的话，你就只是惩罚他的一个虚假宣传。甚至来说，对他们来说也无所谓，因为你虚假宣传的话，你也只能惩罚这个商品品类那么几倍的罚款嘛。对于像小杨哥这样体量的企业来说，他也无所谓啊。所以，相应的法律调整就是要让这些所有在抖音上、在快手上带货的这些互联网的网红们，必须承担起他自己销售过程中间的所有的法律责任，那么这个行业才可以健康发展。当然最新的时代我看到了，网上又开始披露小杨哥他们其他的黑幕说是他们在喝酒喝醉了之后，对陌陌这些女孩子说一些很难听的话说他们就是卖的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说明什么？我听了之后感觉就是这么一个中国互联网的草莽时代3年的时间就可以把一对贫苦的农村少年塑造成一个年销售几百亿的这么一个超级富豪。但是呢，那么这个超级富豪他本身可能对整个社会规则，包括整个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其他的法律规则都缺少必要的敬畏之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我们看到的背后的这一切。所以不管是从他们自己角度来讲，还是从这个社会的角度来讲，整个直播带货行业都到了必须来完善规则的时候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今天3盒包邮，美才是很大的牌子，香港美才169上车，我们自己补200，2399，哇！吹风机，然后你选择逃避不回应；9，你又选择这个躲避一段时间，逃避之后再继续直播；雷菜锅肉，你又选择躲避一段时间，几天之后让你再继续开播卖货。一个品牌想要在三只羊的直播间出现，20万到60万的坑位会不等，不管你卖多少，
必须给他50%的佣金。这个商家没有什么实力，经不起这么大的亏损，就只能去降低产品的品质。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不可能逃避。兄弟们，我们7年公司做这么大，集团做这么大，不可能逃避。